大家注意了，今天这期影片我会告诉你15种既浪费你的时间，又完全不能够帮助你 YouTube 频道成长的 YouTube 频道经营方法。我希望你能够认真看完，因为你肯定在使用里面的这些方法。第一个已经过时的 YouTube 频道经营方法就是标签关键词调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你上传 YouTube 影片的时候，标签的这一栏 YouTube 已经非常明确的告诉你了。如果影片里面有容易拼错的字词，那么标签就能够帮助观众找到这部影片。除此之外，标签对影片的作用并没有很大。当你点开了解详情之后， YouTube 会告诉你更多细节的信息。在所有的元数据里面，影片的标题、缩图还有描述栏是最重要的。这些元数据都能够帮助观众去找到你的影片，这些信息都能够帮助到观众去决定要看哪些影片。如果影片里面有容易拼错的字词，那么标签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除此之外，标签对影片的曝光率并没有很大的作用，所以希望大家不要再花很多的时间去调研你的标签需要哪些的关键词。我建议大家就使用 TubeBuddy 这个工具，因为在你上传影片的时候， TubeBuddy 就会根据你这部影片的内容去推荐给你一些相关的标签，所以我就会选择这些推荐的标签，总共花费我时间不到1分钟，非常的方便。大家可以在下方的描述栏找到 TubeBuddy 的下载链接，去开始免费的使用。第二个我在试用的频道经营方法就是通过抽奖活动去增加互动率还有订阅数。我看过有很多的频道都想通过抽奖活动这个方法去增加影片的互动率，去增加点赞数、评论数还有频道的订阅数。举个例子来说，你经常会看到有很多的频道主会举办一些抽奖的活动，他会告诉你，如果你想要得到这个奖品，就必须要订阅他的频道，并且点赞这部影片，在下方评论，这样你才有资格去参与抽奖活动。所以有很多观众为了能够参加抽奖，就会去照着他的步骤去做，去点赞他的影片，订阅他的频道，在下方评论。这样从数据上看，这部影片它的互动率就非常高，有很多观众点赞，有很多观众评论，并且能够帮助你吸收一些订阅人数。但是这个方法到现在不仅是一个错误的 YouTube 频道运营方法，同时也违反了 YouTube 的税率准则。YouTube 是禁止一些诱导的行为去让观众来提高你的影片互动的，像是去诱导观众去订阅你的频道，诱导观众去点赞你的影片。如果是第一次违反，你的频道就会收到警示。如果你再犯， YouTube 就会发出警告。如果90天内你的频道有3次的违规行为，你的频道就将会被关闭。所以这个方法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行为，会给你频道带来非常大的麻烦。另外，这种抽奖活动对你频道自身的发展是完全没有好处的。大多数的这些观众会点赞你这部影片，去评论你这部影片，并且订阅频道，都是为了能够有资格参加你的抽奖活动。他们其实很大部分对于你的影片、对你频道并不感兴趣，很有可能在参加完抽奖活动之后，因为对你频道并不感兴趣，他们就会取消订阅你频道。其实这些人没有取消订阅，但是 YouTube 算法在下一次把你新影片展示给这些观众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感兴趣想观看，就没有点击，这样就会让 YouTube 算法非常疑惑。他们明明订阅了你频道，但是不想看你的影片，就会让 YouTube 算法以为这部新影片是质量低的影片，不能够吸引到观众兴趣，所以就会降低影片的推荐量。但是我知道有很多人想要举办抽奖活动，完全是为了回馈自己的观众，这是完全可以的。我建议大家如果想要举办抽奖活动，可以去其他的平台，像是 Facebook 群组里面，但是一定要注意 Facebook 里面它的相关政策。第三个不再适用的 YouTube 频道运营方法就是加入影片的片头。希望大家一定不要在影片里面加入片头了，因为在影片的前30秒是最珍贵的。我知道大家一定会觉得，如果在影片里面加入一个属于自己的片头是非常酷的，有绚丽的特效，有动感的音乐，非常能够展示出自己的个性。但是如果你去看你的影片续看率图，你会发现，如果在影片里面加入了片头，很有可能只有50%的观众在30秒之后还在观看这部影片。很多观众其实会直接跳过你的片头，去跳入到正题，因为他们认为这个片头对他们毫无意义，没有任何的帮助，他们不会浪费时间去看完你的这个片头。现在 YouTube 算法最看重什么？它最看重的就是影片的观看时长，所以要尽量的保持观众从头到尾观看完你的影片。这边开始30秒之后，你要尽量保证还有75%左右的观众再继续往下看影片的内容。所以大家可以注意到，我这部影片的片头它是非常短的，我会控制在30秒之内。我片头作用就是
直接告诉观众影片的主旨，接下来他们会看到什么样的内容，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帮助。因为我想在开头的时候去赶紧抓住观众的注意力，不要让他们离开我的影片。在说完开头之后，我就马上进入到正题，不浪费他们任何1秒的时间。希望这个方法能够保证我每一部影片在30秒之后还会有70%左右的观众继续往下看影片的内容，这样是非常有助于 YouTube 算法把我这部影片推荐给更多观众观看的。所以现在如果你影片里面还加入了片头，我希望你不要再用了。即使是5秒钟的个人品牌片头，观众也不会想要观看，因为他们不想要浪费他们自己的时间。第4个过时的 YouTube 频道经营方法就是制作流行话题的影片，只为增加观看量。制作流行话题影片确实能够帮助你频道在短时间内得到大量流量，让这部影片快速吸收到非常多的观看量。因为在那个时期，非常多人会在网上搜索这个话题，所以如果你能够及时制作出流行话题的影片，是非常能够帮助你频道吸收很多流量的。我会看到很多频道主会推荐这个方法，不管这个流行话题是不是适合你自己的频道，先做了再说，因为这样就能够帮助你吸收到很多流量。在你流量起来之后，你再选择你要走哪个方向。我想告诉你，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方法，因为你做什么样的内容就会吸引到什么样的观众。例如说，你制作科技产品类的内容，就会吸引到感兴趣科技的观众；你制作美食类的内容，就会吸引到感兴趣美食的观众。举个例子来说，在前几个月，苹果发布了最新的 iPhone 14，但你本身其实是一个料理频道，和科技产品完全不相关，但是你看中了这是一个流行的话题，如果你制作出了流行话题影片，你就能够得到非常多流量。所以你不管3721，先制作了 iPhone 14的开箱影片，而这部流行话题影片确实帮你转化到了很多订阅人数，但其实你频道里面的影片都是关于料理的，所以当你一发回平时的料理影片，你会发现这些影片的观看量并没有上涨，这就是因为你通过流行话题影片吸引到的那些感兴趣苹果产品的观众，他们其实只感兴趣科技产品，他们对于你料理类的影片根本不感兴趣。所以这是 YouTube 算法把你的新的料理影片展示给了这些感兴趣科技产品的观众，他们看到了也不会点击，因为这不是他们感兴趣的。所以制作这样的流行话题影片并不会帮助你频道长期的发展。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意识到这一点，虽然流行话题影片能够帮助你吸引到非常多流量，吸引到很多新的订阅人数，但是你一定要想，你制作的这个流行话题影片，他们吸引来的观众是否能够成为你频道的活跃观众，他们是否会感兴趣你频道里面所有的内容。也就是说，当你发布了其他新影片之后，这些观众是否会想要点击观看，他们是否会和你影片进行互动，会点赞你的影片，会评论你影片。如果你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那么你制作出来的流行话题影片很有可能会吸引到一次性的订阅观众，他们只感兴趣你的这部流行话题影片，你之后的影片他们不会感兴趣。所以如果想要制作流行话题影片，你就要去想你现在的频道领域里面有哪些流行的话题，你针对的观众里面他们在讨论什么样的话题。如果你能够从这些话题出发，不仅能够制作出观众感兴趣的影片，也能够通过流行话题影片吸引到更多新的观众。这些观众不仅会看完你的这部影片，还会订阅你的频道，继续关注你新的影片内容，为你整个频道大主题都是他们感兴趣的。第5个不再适用的 YouTube 频道经营方法就是另开一个单独的 YouTube Shorts 频道。在 YouTube Shorts 刚刚推出的时候，这是一个公认的方法，但现在它已经不适用了，因为在那个时候大家都不了解 YouTube Shorts， 连 YouTube 也没有弄明白 YouTube Shorts 在今后到底会怎么样。在起初的时候，大家都注意到了，如果在已经建立好的频道里面发布 YouTube Shorts， 那么 YouTube Shorts 就会极大影响到频道的整体数据，特别是影片的观看时长。因为 YouTube Shorts 它最长是60秒钟的短片，并且 YouTube Shorts 和 YouTube 长影片它们的算法是分开运行的，没有任何联系。所以你就会发现，即使你发布的 YouTube Shorts 表现得非常好，有几百万、上千万的观看量，但是一旦你发回普通的 YouTube 长影片，之前是什么样的表现，依然是这样的表现。但是现在 YouTube 改进了演算法， YouTube Shorts 的演算法和 YouTube 长影片的演算法进行了互通，是互相联系的。也就是说，如果你现在发布了 YouTube Shorts， 有很多观众喜欢观看你的 YouTube Shorts， 那么这些观众他们 YouTube 首页上面也会有几率出现的
YouTube 长影片。所以现在 YouTube Shorts 是能够为 YouTube 长影片进行引流的。当你 YouTube Shorts 表现越来越好，触及到越来越多的观众，你频道里面的长影片也会受益， YouTube 算法会推荐给更多新的观众。现在 YouTube 还开发了很多方便创作者去制作 YouTube Shorts 的功能，例如说你可以打开你的 YouTube App， 然后进入到你频道，选择一部你自己的影片，在这部影片底下你可以选择制作，这功能就能够帮助你截取这部影片里面的一段内容，然后把它制作成 YouTube Shorts。观看这部短片的观众也能够点击继续观看这原本的长片。所以现在 YouTube 在积极的去建立更多 YouTube Shorts 和 YouTube 长片他们的联系。如果你单独开了一个 YouTube Shorts 的频道，那么就会阻隔这个联系，会让你频道少了很多流量。很多人会担心，如果自己的主频道里面去发布了 YouTube Shorts，就会影响到整体频道的美观。但现在这个问题被 YouTube 解决了，你可以去到你的频道，你会发现 YouTube 把频道里面的长影片、YouTube Shorts 还有直播都进行了分类，这样可以让你频道显得更加干净和整洁。第六个不再适用的方法就是使用频道互助的 Facebook 群组。在 Facebook 上面有很多 YouTube 频道互助的群组，有很多人加入这些群组，去为了获得一些额外的流量，因为他们自己觉得如果自己单独在 YouTube 上面是很难获得流量的，所以就加入了这些群组，去互相抱团、互相取暖，大家可以互相为影片点赞、互相订阅，来帮助自己的频道提高数据。表面上看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外部引流的方法，但实际上是你不能够保证这些观众是真正感兴趣你频道、感兴趣你影片内容的观众。如果你使用这个方法，你就会让 YouTube 算法感到疑惑，因为 YouTube 算法会根据观众之前观看过的、搜索过的影片，去推荐给他们更多类似的影片。例如说你的频道是游戏类的频道，那么 YouTube 算法就把你影片推荐给更多感兴趣游戏的观众，或者是之前搜索过游戏话题的观众。但是如果你从 Facebook 这些外部的平台去吸引到了一些流量，你不能够控制这些观众是否是你的针对观众，他们之前在 YouTube 上面搜索了什么，他们感兴趣什么样的话题，他们会看什么样话题的内容，这会模糊 YouTube 算法对你针对观众的定位。 YouTube 算法可能会把你影片展示给一些错误的观众，如果这些观众都不点击观看你影片，那么就会给 YouTube 算法一个消极的信号，他会认为可能是因为这部影片它的质量不够好，所以才不能够让观众去点击观看这部影片。根据这个反馈， YouTube 算法就会降低这部影片它的推荐量。使用 Facebook 群组在一种情况下是非常好用的，也就是找到一些和你频道主题类似的 Facebook 群组。例如说在 Facebook 上面有各种各样的群组，像是瑜伽的群组、投资的群组、炒股的群组，还有健身的群组等等。这专门的群组里面，他们里面的成员都是感兴趣相同类型的事情的，所以如果你加入了一个和你频道主题相似的 Facebook 群组，你就能够轻松找到你频道的针对观众。他们在 YouTube 上面观看的影片、搜索过的内容，都是和你频道里面的内容是非常相似的。所以当你从外部的平台把这些观众引入到 YouTube 上面的时候，当 YouTube 算法展示你的影片给这些观众时，他们也会点击观看，所以就能够强化 YouTube 算法对你针对观众他们的定位，这是有助于 YouTube 算法把你影片推荐更多类似的观众的。外部引流只是暂时的方法，需要你不断去做推广。如果你想要在 YouTube 上面真正的能够获得有机的流量，就要非常重视 YouTube 的推荐流量，还有 YouTube 的搜索流量。你要去制作内容，去吸引到你针对的观众，是感兴趣你频道的观众。当这些观众不断的回到你频道观看更多影片的时候，那么 YouTube 算法也会给你频道更多推荐量。下一个就是 YouTube 搜索流量是频道快速成长的途径。大家做 YouTube 频道一定是想把自己的频道做得越大越好，越多流量越好。有的人会听从这个方法去制作很多搜索类型的影片，就想着能够通过这样类型的影片去把自己的频道快速做大。但是这个想法是非常错误的。我过去也会认为制作搜索类的影片能够帮助我的频道获得非常多流量，但其实如果你想要把你频道真的做大，你就需要重视 YouTube 的推荐流量。因为 YouTube 的搜索流量它的最大特征就是它非常的稳定。如果你找到一个关键词是观众一直在 YouTube 上面搜索的，并且你制作了相关的影片，那么你就能够保证这部影片能够长期被观众搜索到。例如说我制作了一部关于开通 YouTube 频道教程的影片，这部影片是重视 YouTube 搜索流量的，因为会有很多观众在 YouTube 上面搜索如何开通 YouTube 频道，所以这部影片每天都能获得稳定的流量，每天都会有100多的观看次数。影片发布快2年了，到现在只有6万多的观看次数，所以你能够发现搜索类话题的影片是不能够帮助你频道获得巨大
大流量的。而 YouTube 的推荐流量是打造 YouTube 爆款影片的最佳途径，因为只要 YouTube 上网认为这部影片是受观众欢迎的，是观众想要观看的，它就会快速展示给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观众。随着观众的反馈越来越好，这部影片它的推荐量也会越来越多。但前提是，如何让 YouTube 算法会认为这部影片是值得被推荐的影片呢？现在 YouTube 算法最看重的数据就是影片的观看时长。YouTube 算法它是希望观众能够在 YouTube 平台上待得越久越好，所以我希望大家在保证内容质量的情况下，尽量制作出更长时间的影片。另外，再告诉大家一个小技巧，在这部影片它的片尾的时候，你再推荐一部相关话题的影片，这样就会让看到结尾的观众继续观看另外一部影片，就继续停留在 YouTube 这平台上，你就非常好的达到了 YouTube 的目的。如果每一部影片在结尾的时候，你都能够继续推荐一部相关的影片，那么这些观众就能够停留在 YouTube 平台上非常久的时间，你的影片的推荐量也会越来越多。说到观看时长，下一个不再适用的 YouTube 频道经营方法就是制作10到15分钟时长的影片。我以前也推荐大家不要把影片制作太长，大概在10到15分钟就可以了，因为在那个时候，这个方法主要是为了能够保证影片的续看率。如果你制作了太长的影片，很多观众在看到一半了之后就没有耐心，就关掉这部影片，就非常严重影响到影片的续看率。因为要提高影片的续看率，就尽量让多的观众从头到尾观看完这部影片。但现在 YouTube 最看重的数据就是影片的观看时长，所以你需要尽量制作出更长的影片，才能够增加影片的观看时长。这样 YouTube 算法才会给这部影片更多推荐量。举个例来说，如果是一部10分钟的影片，它的续看率非常的完美，是100%，那么这部影片它的观看时长就是10分钟。但是如果你制作一期1小时的影片，它的续看率只有50%，那么它的观看时长还是有30分钟，是之前10分钟的3倍。所以当一部影片它有30分钟的观看时长的时候，这部影片就能够获得更多推荐量。所以我现在策略就是给影片加入更多的信息价值，去提高我整体影片的时长。虽然还是希望观众能够尽量看完整部影片，但是我更重视的就是影片整体的观看时长，因为这是 YouTube 最重视的，能够决定你的频道到底能够获得多少推荐量。如果你看到这里了，希望你在评论区能够评论观看时长，就会让我知道你已经看到这里了，记住了这个最重要的信息。很多人认为，如果提高自己频道的更新频率，那么自己的频道成长速度也会越来越快。因为现在一部影片只有几十的观看量，想通过提升更新频率的方法，让自己频道里面的影片神奇的从几十的观看量快速提升到几千的观看量是完全不可能的。如果一直盲目的去追求数量，你频道里面影片的观看量可能不会上升，还有可能会下降。因为当你增加影片的更新频率的时候，你给每一部影片的时间就降低了，这就有可能导致你影片的质量下降。当你影片质量下降的时候，观众就不喜欢观看了，就会直接导致这部影片它的推荐量就会减少。然后对你自己而言，你会觉得非常累，会慢慢失去创作的动力。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能够单单追求数量而降低影片的质量。我想改变影片观看量很少的情况，你要做的不是追求更多的数量，而是要静下心来想一想，你现在的影片到底出了什么样的问题。你可以去看一下影片的后台数据，去找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通过这些检查，你会发现如何提高你影片的质量。你做的内容是要满足观众兴趣的，是能够提供给他们一些有用的信息的，是能够提供给他们一些价值的，能够帮助他们解决一些问题，满足他们的要求。你完全能够靠每周更新一部影片去让自己的频道成长。当然，在能够保证影片内容质量的情况下，如果你能够增加影片的更新频率，是能够加速你频道成长的。因为你制作的每一部影片都是观众感兴趣的，是观众想要观看的，享受观看的，那么这些影片就会让 YouTube 算法给更多推荐量。下一个不再适用的 YouTube 频道经营方法就是最大化的使用 YouTube 的片尾画面。YouTube 的片尾非常重要， YouTube 影片的片尾可以让你加入很多元素，像是你可以加入单独的影片，你可以加入一整个播放列表，你可以加入订阅按钮或者其他外部的连接。但是这不意味着我们要使用所有的这些元素。在以前我的片尾画面非常的复杂，有非常多的元素，我会加入2部推荐的影片，我会加入订阅的按钮，
钮。很多时候观众面临这么多选择，他们会不知所措，所以最终他们什么都不会做。所以现在我改变了策略，在我片尾画面的时候，我只推荐一部影片，并且会在影片里面直接告诉观众为什么他们需要继续观看这部影片，这部影片在看完之后对他们会有什么帮助。这样的情况下，观众只有一个选择，他们会更容易做出决定。这个方法非常的有效。我影片的片尾画面在原来点击率是3%，到现在直接暴涨到了16%。这个方法也可以帮助我另外一部影片去获得更多的观看量，更多的观看时长。如果你每部影片都能够做到这样的情况，在影片片尾的时候只推荐一部非常相关的影片去帮助到你的观众，那么YouTube算法就能够收到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因为它能够看到你频道里面它的观看时长是非常多的，就会给你频道更多推荐量。下一个不再适用的 YouTube 频道经营方法就是互相订阅。到了现在，我还是频繁的看到有很多人去使用互相订阅的方法去帮助自己的频道涨粉。互相订阅就是我订阅你的频道，你订阅的频道，这样从数据上看，我们频道订阅数都有增加，是一个双赢的方法。其实互相订阅不仅对自己的频道一点好处都没有，反而会伤害自己的频道。这里再给大家复习一下 YouTube 平台演算法的运行原理。当你发布一部新影片的时候， YouTube 平台的演算法会首先把你这部新影片展示给最近频道里面最活跃的观众，或者说最近订阅你频道的观众。YouTube 算法展示你的新影片给这些最近订阅你频道的观众，他们对这部影片毫无兴趣，没有点击，那么 YouTube 算法就会收到一个消极的信号，他发现这些观众不感兴趣你的这部新影片，就会认为这部影片可能不是受观众欢迎的，就逐渐减少这部影片它推荐量，不会展示给很多新的观众观看。这就是我为什么一直强调不要使用一些人为的方法去帮助你的频道涨粉，你要使用一些正常的有机的方法，这才是王道。你要去制作一些针对性的内容，去吸引到一些针对性的观众，这些针对的观众才是真正感兴趣你频道、感兴趣你影片内容的观众。他们不仅会看你的这部影片，在你未来发布的新内容，他们还是会感兴趣观看的。当YouTube算法展现的新影片给这些观众看的时候，这些观众也是会观看的，这样就会不断给 YouTube 算法一个积极的信号，帮助 YouTube 算法定位你的针对观众是这群观众。所以当你每一次有新影片发布的时候， YouTube 算法会首先展示你的影片给这些观众观看，然后不断的根据这些观众他们的观看行为去找到更多类似的观众，这样的影片才会获得更多推荐量。使用互相订阅虽然能够让你频道里面的数据看出去更好看一些，但是很大一部分互相订阅的人，他们其实是不感兴趣你频道内容的。所以可以这么说，当你越积极的互相订阅，对你频道的伤害就越大。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你们是否正在使用互相订阅的方法，或者是曾经使用过互相订阅的方法去帮助自己的频道涨粉。下一个方法就是只制作一个话题的影片。虽然我有建议大家要找到频道的主题，你的频道需要有针对性，但是大家不要认为自己只能够做一个话题的影片了。所以确立频道的针对性，就是确定你频道的方向，确定你频道的针对观众。这群针对观众，他们不是只对一个话题感兴趣的，他们是对多个话题感兴趣的。是的，当你非常集中的去做一个话题类型的影片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会吸引到一些非常针对的观众，这些观众只感兴趣你的这个话题，会让你每一部相关的影片都能够得到不错的观看量。但是它的缺点就是，如果你制作了一个其他话题的影片，他们就不感兴趣了，那么这些影片就不会得到非常多观看量，就会造成如果你想要让你频道继续稳定的成长，你就不得不制作同样话题的影片，因为你频道大多数的观众都是为了这个话题而来的，这会造成你在后期的时候慢慢失去创作动力，会开始厌倦你制作的内容。所以我希望大家把自己频道的方向、自己频道针对观众定下来就可以了，不要把自己的频道主题变得非常局限，只制作一个话题的内容。需要知道你自己喜欢什么样的内容，观众感兴趣什么样的内容，这样在你影片的制作上会有非常大的灵活度，不会反反复复只制作相同话题的内容。就拿我频道来说，我频道主旨就是帮助创作者通过 YouTube 频道去建立起网络个人品牌。所以在我频道里面，不仅会分享 YouTube 频道运营的方法和技巧，也会分享一些影片剪辑、Canva 的平面设计，还有一些网络营销的知识。因为这些内容都是我频道针对观众所需要的。这样的内容产出不仅能够满足观众的兴趣，同时让我在制作影片内容的时候更加多元化，不会失去创作动力。下一个方法就是关键词堆砌。有很多人都意识到了，如果想让自己的影片做好关键词优化，让影片出现在搜索结果里面，那么影片的描述栏就非常重要了。但是有很多人都误以为可以把很多的关键词都放到描述栏里面，不管这些关键词是否和我的影片息息相关，以为这样走
总有一个关键词会被观众搜索到，这就是所谓的关键词堆砌。通过堆砌关键词，试图去操纵 YouTube 的搜索结果，这不仅是一个错误的行为，也是 YouTube 禁止的行为。如果 YouTube 算法发现你的这个频道一直在使用关键词堆砌的方法去误导 YouTube 的搜索结果，那么 YouTube 就会对你的频道进行限流，但是它限流也不会告诉你频道被限流了，就会导致你每一部影片都很少人观看，算法只会把你影片展示给很少部分的观众，你的频道成长就会变得非常缓慢。所以即使你要把关键词放到你描述栏里面，也不要使用关键词堆砌的方法，你应该找到一些相关的关键词，然后尽量用自然的语言去把这些关键词串联起来，才不会被 YouTube 算法判定为你在使用关键词堆砌。下一个不再适用的方法就是使用他人的评论区去宣传自己的频道。我看到有很多小频道的创作者会在其他大频道的评论区里面发布一些频道宣传的信息，例如说来支持一下我的频道，我频道也有很好看的内容，然后放上他们的频道链接，想通过触及到其他频道他们的观众来给自己的频道进行引流。这个方法其实和互相订阅是相同的性质，你可以在数据上面有一些提升，增加你的订阅数，但是你不能够保证这些观众是真的感兴趣你频道内容的观众。第二点影响就是那些大频道的创作者看到有这么多频道宣传内容就觉得很反感，如果做的太过分，他们就可以举报这些评论。第三点影响就是如果你做的太频繁，在非常多的频道里面评论这样的信息，就会被 YouTube 判定为发布垃圾的内容，就会受到 YouTube 的惩罚。所以这个方法是百害无一利的，希望大家不要再使用了。下一个方法就是升级设备，去让影片有更多人看。很多人会认为自己的影片没有人看，频道成长慢，是因为自己的拍摄设备不够好，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我频道成长最快的时期，那时候的影片都是用手机拍摄的，我用的灯光都是最便宜的坏心灯。设备确实会影响到影片做出来的质量，有一定程度上影响观众的观看体验。因为影片越清晰，质量越高，观众观看的时候也会更加舒服。但是这不是给你频道带来更多流量的决定性因素。我想让你影片有更多人看，频道吸收到更多流量，得到更多 YouTube 算法推荐，你需要重视的是影片的内容结构、影片的内容信息是否提供给观众他们需要的价值，你影片的叙述性到底好不好，然后你的缩图是否能够吸引到观众，还有就是影片剪辑，这些因素都会决定影片的整体质量，观众是否会感兴趣点击观看这部影片。只有制作出了观众感兴趣的内容， YouTube 算法才会给这部影片更多推荐量，这样的频道才会得到更多流量。这期影片告诉你了15个不要再使用的 YouTube 频道经营方法，我还希望你去看这期影片，因为这期影片会告诉你如何一步一步的去打造一个成功的 YouTube 频道。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欢迎点赞，并且订阅我的频道，了解更多 YouTube 内容。如果想了解我最新动态，可以关注 IG。那么下期影片再见，拜拜。